民俗的说法里面，轻生者的怨气格外重，所以轻生的绳子绝对不可以随便碰，否则这个煞气很容易卡到洋人身上。一位台中的女房仲就是因为随手解开了凶宅里面的绳索，导致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最后夺走了她的命。这个凶宅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子突然在开会的时候站起来，双手在空中挥舞，嘴里不断发出男性低吼声。旁边的同事吓到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心里有数，女子可能碰上大麻烦。门拍开，伊就远看到讲迄个转转你这个锁头吼，就已经加长啊，你遐歹看吼，人家看都无要买，我来甲偷偷的。把它解开，拿去丢掉好了。不过是解开一条绳索，究竟招谁惹谁？原来故事背后有一段伤心往事。因为前屋主就在这个透天厝的一个转角当中上吊自杀，后边的荒废的无多啊，他的子女睹物思亲，嘛无大力来，但是每次看到这个透天厝，伊就很伤心，后面就叫他伤心透天厝。伊准备来卖迄阵报这个阿官要去甲带看迄阵拢无讲甲足清楚。从事房仲的女子阿关根本就不知道透天厝发生什么事，没想到一个无心的动作，竟为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轻生上吊的这种绳子是不可以随便碰的，因为它上面充满了怨气，甚至充满了煞气。所以你碰了之后，这个煞气、这个怨气就容易卡到我们这个洋人身上。真的卡到煞气吗？接下来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陆续发生。当天晚上，女房仲回到公司后，就低头坐在位置上。过一会儿，主管过去拍拍她，这么告诉女房仲：“开会喽。”原本眼神呆滞、一动也不动的女房仲，慢慢地跟着主管走进会议室。开门，那惨白的脸可把同事给吓坏了。没多久，女房仲莫名挥舞，发出类似男人的声音，其他同事都惊讶地看着她。更诡异、令人不解的是，当天晚上，另一位同事送她回家的时候，女房仲的妈妈早就等在门口，一看到女儿就对着她疯狂怒吼：“你是谁？为什么要来我们家？走开！为什么要借东西来我们家？不可以！走！”这一吼，事情结束了吗？2天之后这个阿关就办理离职了啦3个月后他的这个老同事就想跟联络起来，电话没通啊只好打电话到他家阿关的妈妈接到这个电话说，阿关已经往生了这会不会太邪门啊？一个无心动作，竟让一名年轻女子的人生就此画下句点。这个伤没有送干净，10几年来越积越深，难怪会出事。事不宜迟，今晚开谈。这个煞气就会跟着这个人，那往往这个人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或者是很负面的思考，卡在这个人身上。难道就像彰化丧蚂蚱的习俗，轻生者遗留下了绳索，非要送到海边烧化，才能驱邪除煞，否则憾事就会一再发生。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屋主就分享自己租出去的房子里面，一连有6位房客都在房间里的同一个地方轻生，即使屋主找来了法师超度念经，还是无济于事。后来屋主索性就把房子空下来不租了，但是邻居却说半夜都会听到这间房子传出奇怪的声响，到底是什么呢？屋主说不会不骗，这是一间你们所谓的业界讲的凶宅，因为他的房客就在这间房间里面上吊自杀而且是有6个，他听了吓一大跳，然后他在后面讲，他更把他吓死了。为什么？他说这不仅是6个上吊身亡，而且都还是同一个地方。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就得从第一个房客开始说起。几年前曾经有一个房客在屋内这个轻生上吊，
那屋主呢，请了法师来超度诵经，然后呢，就继续再租给其他的房客。不过6个月之后，这个房客一直迟迟没有交房租。房东觉得不对劲，直接打电话找这名房客。奇怪，啊那没人接电话。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我卡简讯好啊。电话不接就传简讯，不过等了好几天，对方依旧没有任何回应。结果他就发现事情不寻常，陪同警方一样登门造访一打开尸气扑鼻而来，晚来他已经也是上吊身亡。吊诡的是，选择上吊的位置是一模一样啊！房东简直快崩溃，怎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屋主因为只有做超度的这个动作，超度是把这个过世的人超度掉，但是煞气并没有解除掉。正如命理老师所言，房子内充满煞气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头皮发麻。后面呢，每次都有办法，每次都有整理，每次在租出去这样的过程当中，总共连第一个到后面那个，一共是6个人，同一个地方上吊，同一个地方身亡。难以解释的离奇，让警方不禁怀疑是不是屋主在搞鬼。屋主喊冤的同时，决定不再出租，让房子空在那边。不过诡异的事情没有因此落幕。哎，你来厝做出来呀？无啊。啊，无啥，我唔是拢有看到先在你阳台呀哦。楼下的这个住户呢，也说，上面常常传来这个用力的这个踏地板的声音，甚至拖着这个椅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顶楼那边门一打开的时候，发现冷泥不周啊！其实他从这个门口到阳台那边都是厚厚的一层灰尘连一个脚步影印都没有啦声音从何而来？邻居看到的又是什么？至今无解。屋主最后决定房子不租也不卖，以免出现第7个轻生者。说到了凶宅，很多屋主都会急着想要脱手，但是却会有人想要留着自己住吗？河江街分尸命案，被害者的儿子就说，只要住在家里，也就是案发现场，爸爸妈妈3天到5天就会回到家里来看他。究竟这个是幻觉，还是住凶宅真的能见到去世的亲人呢？女婿陈云辉因为觊觎岳父母的家产，杀人毁尸。其实当场2人就已经毙命了。后面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拖到了这个浴室之后，因为他做过屠宰业，亚黑的底的屠刀，就把2人分解成32块，装入了2大袋的旅行箱里面。行凶之后，陈云辉还在凶案现场故布疑阵。当天晚上，死者小儿子提前回来，他觉得陈云辉行为诡异，又发现地板上有血迹，他觉得不对劲，趁机报警。此时凶嫌陈云辉早就落跑。后来警方果然在庄姓老夫妇的房内找到2个人的尸块。小儿子目睹这一切，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从此一个人独居在此。庄先生，你在睡觉？你有没有吃午餐？我们东森的记者啦。你有没有吃午餐？有。你没有吃的话，我下去帮你买面啊。这一段是10几年前庄文辉接受东森记者采访的画面。现在他是否依旧守在爸妈遇害的房子里？我们重回案发现场，邻居低调不想多谈，甚至说这房子早就没有人住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没错，眼前这位蓬头垢面的男子就是庄家的小儿子庄文辉。打了招呼，他带着我们走进他守候30多年的家。一进门却发现，天哪，满屋的垃圾夹杂了恶臭味，环境脏到不行。不过庄先生坚持不离开这个家。你留在这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整个家庭。可是在家只剩你一个人啊。一个人没关系。只要人家喜欢，不舍其实还包含了这个原因。他市场差不多
至少有3000到5000只只。你是有亲眼看到他们，还是在梦中？那不是梦中，他是基本上，他都有一个来意的。这个来意不是不好，都是很不错。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只是他们生活还好。你的毛笔在后面啊，庄大哥。我知道啊。喂，你现在还没有拿笔？有拿笔。因为他是说他写过了。对啊。庄先生说他不孤单，因为爸妈常带朋友回来，家里可热闹得很。即使这样的环境，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像一个家。哇！你这怎么睡觉？在冬天不会冷哦？不会。你要睡哪里？是。不过对庄先生来说，他快乐地活在这个小天地中。他保留当初的原貌，也在父母的房间上了锁。而当初妹婿用来烹煮岳母心脏的锅子，庄先生还留着拿来煮食物。他说：“人生活到70几岁也够了。”恨吗？他说放下了，心中留下的只有怀念。过去就发生，现在还好好的，就这样生活就是。凶宅对有些人来说是惧怕，对有些人来说则是回忆。听完今天的故事，你觉得哪一个事件让你印象最深刻？你还听过哪些凶宅的故事呢？Change the News， 我是 Cindy 吕。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追踪我的粉丝团，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我们下次见，拜拜。